漆黑的荒漠上空，只有风声与沙尘在流动。忽然，一阵低沉的螺旋桨轰鸣打破宁静，一道身影从夜空划过，不是战斗机的轰鸣，也不是轰炸机的怒吼，而是一架安静却致命的无人机。它没有飞行员，却能在数千公里之外决定某个目标的生死。这就是今天的主角，美军最具争议的无人机 MQ-9死神 Reaper。它为什么成为恐怖分子的噩梦？它凭什么能在半个地球之外精准猎杀？在未来的无人机战场，它还能继续主宰吗？大家好，我是 Jason， 这里是 High Weapon。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MQ-9死神，一架从反恐战争中诞生，却注定被未来取代的空中猎手。冷战结束后，美国发现自己面对的敌人变了，大国之间的对抗似乎远去，但索马里、波斯尼亚、科索沃的零散冲突却越来越频繁。敌人不再是大规模正规军，而是分散的武装组织、游击队和恐怖分子。这些目标行动灵活，藏身在村庄或山区。美军在这些地区都遭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传统战机飞行时间有限，往往目标刚出现，战机就必须返航，错过了精准打击时机。如果让战机长时间盘旋，不仅飞行员疲劳，油料和维护消耗也很高，还可能被敌人伏击。所以美军需要一双能长时间停留在空中的眼睛，去紧盯地面上移动的目标。目的很明确，一是持续监视，不让敌人有可乘之机；二是实时反应，一旦发现目标就能立刻打击；三是降低风险，不必让飞行员冒着被俘虏或牺牲的危险。在1990年代到911事件之间，美军想过很多办法，使用传统侦察机、U-2高空侦察机，还有后来的 SR-71黑鸟。优点是飞得快，看得远，但缺点是一旦被击落就是外交灾难。1960年的 U-2事件就是典型，震动全世界。在充满敏感政治风险的反恐战争里，美军不敢轻易再派有人侦察机深入敌区，依靠卫星。卫星侦察能力强，但它绕轨道运行，拍摄有时间窗口限制，做不到长时间跟踪，缺乏实时反应能力。如果目标是一个随时可能开车转移的恐怖分子，卫星就显得捉襟见肘。当然也可以派海豹突击队或德尔塔特种部队，灵活直接，但人力风险极大，代价极高。在反恐行动频繁的背景下，不可能每次都靠人力渗透。对比之后，唯一合适的答案就是无人机。无人机能长时间滞空，就像一个挂在天上的摄像头，持续追踪某个人或车队，确保不会错过关键时期。在这种持续监控下，一旦目标暴露，无人机可以立即标记坐标，引导战斗机或火炮打击，甚至无人机可以直接挂载导弹，完成从发现到锁定到打击的闭环，这样就能减少情报延迟，做到真正看见就能打。并且无人机既便宜又没有飞行员风险，就算损失一架，政治代价也比有人机小得多。于是 MQ-1捕食者在1990年代登场，他第一次让美军尝到了远程操控无人机的甜头，能拍高清画面，还能实时传回战场指挥部。但问题也很明显，速度慢，荷载小，只能挂载2枚地狱火导弹，遇到天气不佳，敌军火力强劲，很快就显得力不从心。2001年911事件爆发，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在阿富汗群山与中东荒漠里，五角大楼很快得出结论：捕食者不够用了，需要一款真正兼顾侦察加打击的无人机。于是 MQ-9死神的研发被正式提上日程。它的设计目标非常直接，比捕食者更快，能飞更久，能带更多炸弹。MQ-9死神于2001年首飞，2007年正式服役。相比捕食者，它不再只是一个空中摄像机，而是真正能够替代攻击机，执行猎杀任务的作战平台。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很多人称它是反恐战争的标志性武器。在随后的20年里，只要美军在全球哪里执行定点清除，死神的身影几乎都在。如果说 MQ-1捕食者像是一台带翅膀的摄像机，那么 MQ-9死神就是一台真正能咬人的猛兽。我们先看它的外观，长达20米的机翼，细长机身加上一个倒 V 型尾翼，看上去更像一架滑翔机。
但别被这副瘦长身材骗了，它能背起比捕食者多10倍的炸弹，动力来自一台霍尼韦尔 TPE331 涡浆发动机，推力不大，却足够让死神飞到最大时速480公里。它不是喷气战机，但依靠涡浆省油的特性，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27个小时。这意味着什么？一架死神可以从波斯湾起飞，越过沙漠和山地，整整1天盯着目标不放。对地面武装来说，这几乎就是一双永不睡觉的眼睛。更重要的是它的獠牙，死神的机翼下最多挂载1700公斤载荷，4枚 AGM-114 地狱火导弹，专门猎杀车辆和人员，2枚500磅级制导炸弹，如 GBU-12 激光制导炸弹或 GBU-38 GPS 制导炸弹。这让 MQ-9 摆脱了捕食者轻装上阵的尴尬，第一次具备了真正的战斗力。当然，要成为猎手，眼睛更重要。它搭载的 ANDAS-1 多光谱瞄准系统，包含红外、电视、激光测距仪和指示器，再加上一套合成孔径雷达，能在数千米高空盯住一辆行驶的汽车，甚至追踪某个人的脚步。操作方式更是突破性的，死神不需要飞行员，而是通过卫星链路把画面和操控信号传输到美国本土，通常是内达华州克里奇空军基地。操作员坐在类似游戏手柄的控制台前，下达开火指令，于是半个地球之外的无人机就能立刻执行。这让死神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它不是高速战机，也不是战略轰炸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远程猎手。它可以在没有前线机场的情况下，替美军提供即时火力，而且几乎不需要担心飞行员问题。如果说 MQ-9 的设计让它成为一头猎手，那么它真正成名的舞台就是反恐战争的前线。2007年刚服役，死神就被派往阿富汗，那里塔利班的车队常常隐匿在山谷与村庄中，常规战机难以持续盯梢。但死神不同，它能在天上守候一整天，只要目标一出现，地狱火导弹15秒内就能从天而降。在整个阿富汗战争期间，死神执行了数千次打击任务。根据美军官方数据，死神在2012年就投下了超过250枚炸弹和导弹。美国军方称它是反恐战争中效率最高的武器之一，而塔利班则给它取了个外号“天空的幽灵”。在伊拉克，它的作用更明显，城市战场复杂，战斗机轰炸风险极高，死神却在高空实时传回清晰画面，指挥官甚至能看见武装分子手里拿的是火箭筒还是步枪。接下来一枚精准制导炸弹落下，整栋建筑被摧毁，而旁边的街区却几乎毫发无损。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正是死神的代名词。死神最臭名昭著的任务则是由 CIA 主导的定点清除。在也门、索马里和巴基斯坦边境，死神曾多次击杀基地与青年党的高层指挥官。他不需要战机编队，也不需要地面推进，只要一条来自情报部门的坐标，就能把目标从地图上抹掉。但也正是这些行动，让死神背负了沉重的争议。根据联合国和多家人权组织的统计，死神行动中曾多次造成平民伤亡。最具争议的一次是在巴基斯坦北部，一枚导弹误中了一场村民聚会，造成数十人丧生。这让外界质疑，死神到底是反恐利器，还是空中的刽子手？尽管如此，五角大楼和 CIA 却依旧倚重于它。原因很简单，无人机的代价小，政治风险低，美国政客更愿意按下一个按钮，而不是冒着飞行员被俘或被击落的风险。军迷圈有一句戏称，死神不是战机，它是一份飞在空中的暗杀名单。这句话听起来冷酷，但并不夸张，因为在过去20年间，死神确实成为美国定点清除战略的象征。它不是打击恐怖分子的武器，更是一种全天候的威慑。当你永远不知道天空中有没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那种心理压力本身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有趣的是 ，MQ-9 死神不光外号听上去冷酷无比，而它的英文名字 Reaper 本意就是收割者。军迷们常说，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架光靠名字就能让敌人背脊发凉的无人机。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前身 MQ-1 捕食者其实早期并不能携带武器。1990年代，美军只把它当成空中摄像机。后来因为情报官员抱怨光能看不能打，才有人异想天开的把地狱火导弹绑了上去。测试一成功，美国上下立刻兴奋。
无人机居然能实施精准打击，于是捕食者摇身一变成了武装无人机，死神也顺理成章地诞生了。更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2011年，伊朗声称捕获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当时很多人以为是 MQ9， 但后来证实其实是他的小弟 RQ-170哨兵。不过有意思的是，那次事件之后，世界各国对美军无人机的兴趣骤然上升，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都加快了无人机研发。换句话说，死神和他的同类不只是美国的武器，也无意间开启了一场全球无人机军备竞赛。最后再说一个军迷间流传的段子，有人问死神和战斗机有什么区别，回答是：战斗机开火之前要呼叫确认，死神开火之前要确认 WiFi 信号。虽然是调侃，但这句玩笑也道出了它的本质，它是一架完全依赖数据链和卫星信号的战争机器。别看 MQ9 在反恐战场几乎是无所不能，但放到真正的大国对抗环境里，它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首先是速度和生存力，死神最大的飞行速度只有480公里每小时，甚至还不如二战时期的战斗机。它没有超音速能力，也没有机动性，一旦进入敌方防空圈，几乎就是一只活靶子。2017年，美军就承认，一架死神在叙利亚上空被叙利亚防空部队击落，那场景很讽刺，造价上千万美元的高科技无人机却被几十年前的苏制防空导弹轻易锁定。其次是高度依赖数据链，死神的操作完全依靠卫星通信，如果信号被干扰，甚至被切断，它就等于瞎子加聋子。俄罗斯和伊朗早就深知这一点，多次尝试用电子战系统干扰美军无人机。有人甚至调侃，死神的真正克星不是导弹，而是 WiFi 干扰器。再者是缺乏自卫能力，与战斗机不同，死神没有机炮，没有格斗导弹，也没有机动逃脱的可能，它只能依靠飞得高、离得远来避免威胁。可在大国对抗中，对手往往拥有远程防空导弹，死神想要靠距离取胜几乎不可能。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成本与消耗。虽然死神比战斗机便宜，但它的单价依旧高达3000万美元左右。如果在高烈度战场被成批击落，美军的损失同样难以承受，更别提操作它需要庞大的卫星链路、地面战和情报网络，并不是随便一架无人机就能替代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死神虽然在阿富汗、伊拉克大显身手，但在面对俄罗斯等大国的防空体系时，美军高层往往不敢贸然派遣，他的角色更像是反恐利器，而不是战略级主角。有趣的是，军迷圈里流传一句话，在游击队眼里，死神是天神；在防空导弹眼里，死神是送分题。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死神的辉煌是建立在敌人缺乏空军和防空网的前提之下，一旦对手具备现代化防空体系，他很可能瞬间沦为猎物。从2007年服役到今天， MQ9 已经在战场上活跃了近20年，它见证了美国全球反恐的巅峰，也见证了美军战略的转型。但任何武器都有生命周期，死神也在慢慢走向历史的转折点。首先是作战环境的变化，当初它是在面对游击队与恐怖组织的低威胁环境里大放光彩，但如今美军越来越把目光投向高端对手，在这种场景里，死神显得力不从心。它速度慢，缺乏隐身，看干扰能力有限，根本无法在大国对抗中长期存活。其次是新一代无人机的崛起，美国空军已经在推动下一代空战体系 NGAD， 其中包含中程僚机概念。相比死神，这些未来无人机具备隐身、超音速，甚至能和有人机组队作战。换句话说，死神代表的是上一代无人机，而不是未来的终极答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死神没有价值，它至少留下了3点遗产。战术模式上，把侦察加打击合二为一，证明了无人机可以独立完成从发现到摧毁的完整链路。心理威胁上，它让敌人始终活在阴影下，证明了信息战和心理战的力量。并且死神开启了无人机时代，迫使世界各国都加快研发自己的武装无人机。今天你看到的土耳其 T2、伊朗的沙黑，甚至俄罗斯的 Orion， 都可以追溯到 MQ9 的起势。未来美国已经开始考虑用更小、更便宜、更分布式的无人机来替代死神，甚至有人设想
一个由上百架 AI 无人机组成的蜂群，可能比一架昂贵的死神更有效。所以，死神可能会在2030年左右逐渐退役，交棒给新一代数字原生无人机，但它的意义不会被遗忘。正如有经济评论家说，如果说捕食者打开了无人机战争的大门，那么死神就是那个真正踏进去的人。它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开端。死神让全世界看清，未来的天空未必需要飞行员也能发动战争。回到我们开头的3个问题，为什么它会成为恐怖分子的噩梦？因为它能在天上停留一整天，用永不眨眼的眼睛盯住任何目标。它凭什么能远程操控、精准打击？因为它依靠卫星与数据链，让半个地球之外的操作员也能按下致命按钮。未来它是否能继续主宰无人机战场？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死神辉煌了20年，但它终将被更快、更隐身、更智能的无人机取代。不过在军事史上，它已经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让世界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战争不一定需要飞行员也能发动。也正是它拉开了无人战争的序幕。大家好，我是 Jason， 这里是 High Weapon。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军武解析，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未来的天空会属于像死神这样的远程猎手，还是属于 AI 控制的无人蜂群？如果你已经开通了 Hype 功能，也欢迎给我们的视频投上一票，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